I've just picked up the car from Empir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the work that Frank and his team have done to the door. It looks new and next I have to make the rest of the car look new, so I guess I'll be back soon. 哎，夏同学，上次参与的野马拍摄感觉怎么样啊？那辆让我这样坐在后面的车吗？太挤了，实在是太挤了，我坐后面一直在磕脑袋。像我这个块头的，可能就完全抬不起头了吧。给你们示范一下坐姿啊，这样子才会保护自己的头部，不会一直磕在这个地方。你对下一次的拍摄有什么要说的吗？那就大一点的车，让我腿能伸直，不磕脑袋就行。夏同学，感谢你的采访。今天我们来帮你实现愿望。今天什么车呀？是你们家的车吗？哎呀，这车好好玩呀！这辆车可不多见，它是伦敦的士，它的名字叫 Austin FX4， 圆滚滚的机壳，车灯，前面有2个银色的倒车镜，后面又有2个黑色的倒车镜，然后这里是转向灯，这里是天线，还可以挂国旗，这里还有一个国旗的标。前门、后门，有没有一种劳斯莱斯的感觉？第一排是驾驶员和副驾驶。第2排是乘客进出的门，可是没有沙发。到了第3排才是真正乘客坐的沙发，可是这个地方没有门。从机盖过来，这里是银色的雨刮，非常平的挡风玻璃，还有一个 taxi 的大灯，一会儿可以开开。漂亮的轮毂，轮毂宽于轮胎，所以轮胎的泥不会飞到车身上面去。油箱盖在这个地方，后面的挡风玻璃呢也非常的大，视野非常好。一个小小的车灯，非常有英国车的感觉。它这个锁啊和门锁的结构是一样的。非常简单，中网超级大。我们来打开这个稳如泰山的机盖看一看。这个机盖小心啊，这个东西戳到你啊，有你好受的。这个是一个2.3升的柴油发动机，配了一个3速的自动变速箱，马力就60马力，能不能上100我都不知道。这个车的轴距呢有2810，它的转弯半径非常的小。它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让这个车能够适应伦敦狭长拥挤的街道。那你好掉头，就更好方便你去拉客人。行。哎，这回位置够大了。哎呀，这车不错呀。今天我们去哪里啊？我们先去宝梅。好，走吧。你不跟车，你还在这干嘛呢？啊，等着司机来开门啊。这就对了嘛。出发。这个车整个的调教呢是比较软的，所以说会感觉很舒适。路上的颠簸呢也会剥离的比较多，但是非常的晃，有些弯稍微大一点的感觉车好像要翻掉了。一坐进来，这个驾驶位就是非常的小，然后你看第2排这么宽，给了驾驶员就这么点地方。这个整个是一个木头的，然后中间是金属的，非常细，握起来还不错。这个是计价器，这一排是内饰，这个是空调，这个地方是一个拼多多风格的音响。车主是加装了一个空调系统，有很多的按钮。这个车，这个地方有个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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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还有3个指示的灯，这3个灯是指示你的动力系统有没有正常工作，还有一个手捏式的调部腰部支撑的，它前面有2个小的后视镜，这边有2个标准的后视镜，它还在标准后视镜再贴了一个广角的后视镜。这个就是非常的小，可以看见后面的乘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见他们非常开心，还和我打招呼。你们是可以听见我说话的是吗？对。哎呦我的天哪！
那里有个喇叭，我们全能听见好吗？你不能说我们坏话的。对。哦，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小窗子是拿来干什么的呢？给小费用的吧？哦，来，哎呀，我昨天的20分没带。就很舒服。终于来了一辆4门的车。对，这个是我们拍的第一辆4门车。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你的左右后视镜的角度的，而且我发现这个后视镜已经不能向下调节了，所以如果你往上了以后，你就必须手动再把它掰下来。这个车门上面没有可以，我还以为这个车门应该是可以那种手动的、手摇的那种玻璃，结果没有。然后发现中控上是电动的，还特别有意思。它电动的那个呢，有一个是反向失灵，驾驶舱的这个玻璃你按下它不动，你按上。它怎么不动？还是不动？我再来试一次。我按上，哎，它往下走了。还是一键升降，我按一下它就全部下完了。那么这个车的副驾驶在英国作为出租车使用的时候呢，它是不可以坐人的。副驾驶的门把手上还跟拉绳，所有的这个伦敦的士它都会有这个拉绳，可能就是长得不一样，但这个拉绳是一定得有，它就方便驾驶员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够通过拉绳把这个副驾驶的门给拉上。一个是它在前面讲解，门把手非常反人类。我们想开门应该是往后拉，对不对？可是它这个得往前去推它，而且还你必须得非常用力的去推它，推到某个点了，然后你再用地板把门给砸出去。这个往下，然后我顶上的 taxi 的灯就亮了。发现这个灯就是我们一般出租车那种空车和不空车的那种指示灯的开关，只不过这个车呢，它只是作为租车公司的一个商用车，它在使用，它租给你做婚礼啦、聚会啦、做会议啦。我们前排的玻璃在这个地方控制的，但是你后排的玻璃在这个地方控制。我来试一下，有开吗？有开。然后这个是中央锁，但这个中央锁呢也非常不好使，你看好像。按一下这个中央锁，有的门锁起来了，有的门它开了，你再按一下，又是刚才锁的门开了，刚才开的门又锁掉了。过个卡，胎壁比较厚，就会比较弹跳。这样吧，咦，这什么东西啊？Fuse box layout and ratings。哦，这个是告诉你的那个保险丝它对应的是什么功能。居然把这个东西贴到这个地方，不是镜子。难道驾驶员不需要整理一下仪容吗？驾驶员也需要对妈妈头发呀，画画口红啊，整理一下脸干不干净啊，有没有东西粘在嘴边啊？这边什么也没有。镜子，就这么点，就这么一个。手动的，全手动的，喇叭在这个地方。咦，嘿嘿，你太舒服了呀！哎，这个车我开下来，作为的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真的太吵了。你们后排觉得吵吗？还行。难道是你们后排的隔音会做得好一点，然后就完全不考虑驾驶员的感受了，是这个意思吗？驾驶员你觉得吵死了，就吵死了。现在安全带系好了吗？系好了。我们要飙车了吗？没有。那你问这干嘛？就这了。你看。它这个牌照是认证的老爷车。啥叫政府认证的老爷车呀？就是在新州，普通车牌就会只写新州 New South Wales，但是有的车牌它会写 New South Wales Historical Vehicle， 它就会牌照就告诉你这个是我政府认证的老爷车。当这个车从里到外、从前到后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异响的时候，你也就不觉得好像这个车有什么异响，和谐。终于从以前我们拍野马第2排憋屈到了现在第2排海阔天空。对，太爽了。轮到第1排的憋屈了，对吧？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老城区。我们这个下坡直接就能看见海港大桥了。
Hello。感觉怎么样？这个小车？觉得还挺好玩的。我确实是有点感觉要散架的感觉。这里是开关。窗户了吗？对。哦，对。很宽敞。对。哦，对，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对。然后这车可以用来拉游客。这车可以用来做婚礼啊、开 party 啊都可以的，挺好看。对，做婚车。对。咱们租一辆，到时候。可以，这辆车就可以租。现在可以租是吗？对对对。多少年历史了？这个车是87年产的。是，对。之前就是原装的是吗？对对对。看看这有特别多的把手。非常有安全感，我上车就喜欢把手。对对对。然后你旁边还有个烟灰缸，你看到了吗？这个吗？对，这是烟灰缸。一般以前老车里才有。对对对，而且这个门啊设计的也非常高，所以就是男士啊，这以前那些绅士啊，上来的时候就不用摘帽子了。对，非常高。而且你没发现它头顶还有很大一片距离？对，就是什么样身高的人都可以坐。还挺软的。对。它那边还有空调吗？对对，空调，这是 heater， 然后就可以调这个空调速度啊。好使的呢。对，但是现在有点热，这是 heater。然后这边还是可以绑一个残疾人的座椅。我这边怎么会大？这个窗户还可以开开。哦，这样就能对话了。对。Alex， 怎么了？你看，他讲话的话，这个手喇叭就可以听见。后面的乘客有什么吩咐？你看你们两个膝盖中间还有这么大颗距离，完全没问题的，很宽。对，没有问题。我们这边距离更大。对，因为那边要放残疾人座椅。对，那个是干什么？这就是座椅的一个按钮，你是 release 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座椅放下来。其实坐着还挺舒服的。对的，而且不晕车。不晕车，因为它很慢，也不颠。宽敞。主要就是宽敞。还有就没有那个很浓的汽油味。对。汽油味重的话就会晕车。视线也好。这个。这窗好大呀。这是劳斯莱斯同款车门。立体车标。同款车。对。对向开。4舍5入我也坐劳斯莱斯。哇，我们确实转弯半径很小。对，这极限挑头，快！妥协了，还是倒了一把。但是我觉得很快了，就是普通车可能要转好多圈才能转过去。对。而且它这个车喇叭在那个雨刷的杆上，就是雨刷这不是这杆吗？它那个头，然后那么摁它能有响。Alex，摁个喇叭。按这啊。温柔的喇叭。温柔的喇叭。我们住的那房子临街，经常听到楼下摁喇叭，真的很烦。但这种喇叭就好温柔啊！可以去参加那种主题婚礼。对，英式主题婚礼。这是我们那天吃cheese的那家。关键视野好。是完全为乘客设计，你看那个驾驶舱有那么点儿。这个座椅前面是高起来的，这里，然后你的腿就感觉很舒服。对。它这样也能省点空间。我挺喜欢这种前面这样高起来的设计。对，就像沙发一样，把整个人窝进去了。对对对，就像沙发一样。哎，想睡一觉。可以躺下睡一觉。舒服舒服。太舒服了。来，你们下车。好，谢谢。我这也不用干。嘿。这就是宝马啦，我们可以看海港大桥，这里有渡轮码头，所以也可以去小小 K。那边呢就是 City。我们一会儿就要到 King Cross 了，那里面酒吧多，人也多，什么都多，你懂的。我们现在喝一杯哦。刚才那一杯多喝呀！藏得挺深。厉害厉害！来来来来来！太明显了。这喝啤酒太讲
的是啥？